国庆档的电影中，谁的牌面最大？无疑是陈凯歌执导的《志愿军：雄兵出击》。该部影片未上映时，新闻联播花2小时力荐，康辉亲自为其主持首映礼。再加上该片汇集了顶尖的演员阵容，让不少影迷都对这部影片抱有极高的期待。等到上映之后，人民网更是下场宣传，连连称赞。可翻看网友的评论，却是满满的差评。别再拍这些了，没想到烂得这么彻底和纯粹。短视频合集，主旋律悬浮模式2、3部真的别去看了。甚至有愤怒的网友直呼要退票。陈凯歌的新作为何会收获骂声一片？看完全片之后，只有一个感受：陈凯歌是好好研究过战争片的，不然也不能想出那么多的无脑剧情。比如这一段，在没有任何遮挡物的地方，战士大摇大摆地站在那，拿起枪对准敌人的脑袋，一打一个准，而身旁的其他战士却在敌人的扫射下中枪。为什么子弹不打他呢？就因为他多几句台词吗？再比如，在阻击敌军的时候，又有一个小战士刚将枪口对准敌人的脑袋，见敌人做出投降的手势，枪都没缴，转身就要去打下一个敌人。大哥，这是正在打仗的战场，你面前站着的是敌人，不是俘虏。还好这个战士又回头看了一眼，发现正在掏枪准备进攻的敌人，不然死的可能是更多的战友。这脑回路属实给我惊讶到了。又比如，志愿军驻地意外被敌军发现袭击，通信排的士兵也加入到了战斗，排长拿起机枪冲锋在前，身中数枪倒在地上，才退后躲在遮蔽物后面，奄奄一息。眼看着敌军的坦克要向驻地开火，排长连忙指挥小战士，让他去房间里拿巴祖卡对抗敌军的坦克，到这都是合理的。小战士拿着巴祖卡不会使用，刚才没有一丝力气的排长一下子好了，又多中了几枪也丝毫不影响，依旧对准敌军发射出巴祖卡。不得不佩服这身体素质，陈凯歌导演这血人感动法着实欣赏不来，只剩下不感动了。剧情为了煽情，展现人物的弧光，结果每条人物线的详略不得当，看得观众一头雾水，成了短视频合集。就拿这一段来说，在联合国大会上做翻译工作的唐生和李晓，在准备时，李晓拿出家里的钥匙挂在了一旁，见唐生往这边看了一眼，便说起自己父亲，而唐生也接过话茬，说着自己在异国他乡的事。姐姐们，在联合国工作还能摸鱼开小差呀，背着点人行不行？还有这一段，前方战场打得火热，3连的3个领头人竟然聚到一起，本以为在讨论战术，没想到却是在说遗言。这就算了，情到深处，陈飞宇饰演的孙醒竟然从兜里拿出一包烟来，3人头顶着头抽起了最后一根烟。你们3个人真是该吃吃该喝喝，啥事不往心里搁，前边打冒烟了，你们仨也在这冒起烟来了。前后没有一点铺垫，看得观众只想吐槽，怪不说这是短视频合集呢，分开看都挺好，放在一起稀烂。不过那些只是剧情上存在的问题，然而片方的操作也挺雷人，这就不得不提片方玩的这些手段了。在志愿军官宣阵容时，不管是宣传还是官方给出的名单，朱一龙都是稳稳的一番，而到了上映之前，一番男主竟变成了辛柏青，这就引起了小部分影迷们的不满。可当影片上映之后，想不到在正片中完全没有朱一龙的身影，只出现在1分多钟的彩蛋里。这时观众再去看演员表时，一番成了唐国强。而片方多次宣传的放出众多的花絮的由张颂文、王传君等人饰演的角色，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的重头戏，在正片中仅仅出现了几分钟，中间还不断穿插着别人的镜头。王传君全程只充当一个背景板的角色，张子枫一滴泪的镜头一闪而过，甚至宣传时提到的吴京在全片中都没有出现。这些操作属实有些迷。张颂文在年初因狂飙大爆，而朱一龙、王传君在暑期主演的影片不仅收获超高票房，连人气也大增。吴京
张子枫等人又都是国民度比较高的演员，片方将配角当成主角的宣传套路，确实把不少观众骗进了影院。但最引起观众反感的还是陈凯歌夹杂私货。影片未上映时，陈飞宇几乎从未出现在片方的各种物料中，能看见陈飞宇的恐怕只有演员表中的名字。原以为陈凯歌只是想省些片酬，让儿子友情出演个小角色，但没想到，不知是陈凯歌想省笔大的开销，还是想捧自己的儿子。正片中陈飞宇的戏份可不少，虽然最后的演员表中陈飞宇是13番，但这些掩耳盗铃的行为也就只能骗自己了。而关键在于，陈飞宇没有演技，根本扛不起角色。陈飞宇的表演就给人一个感觉，尴尬。一个转身敬礼做得像小学生一样，嬉皮笑脸，一点都没有该有的庄重，就看他这样子，哪像一个经历沧桑的连长啊。而且陈飞宇的每一段情绪的表现，恨不得将所有的力气都用在眼睛上。当他听见好兄弟说这次的战役凶多吉少时，他直勾勾地瞪大眼珠子，不知道的以为他看见敌人了呢。说起话来含糊一片，看他演戏算是知道了字幕的重要性，搞不懂陈飞宇到底是塑造角色还是毁角色。没办法，谁让人家有个好爹呢？只能说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每部电影都有存在的意义，而志愿军存在的意义可能只有被吐槽。生在和平的时代，所拥有的一切都是那些先烈们用血肉之躯换来的，那段历史不应该也不能被遗忘。但这并不代表着一些作品可以肆意消费那段历史，消费观众的爱国情怀。如果当一部主旋律影片出现后，不允许有任何批评的声音，那么这些创作者们固步自封，紧接着还会出现第2部、第3部等等。国产电影找到了流量密码，那段历史也将成为流量的工具。难道这就是真正的尊重吗？